错误，请重新输入。密码错误，请重新输入。是谁在门口？因为我住的是老房子，隔音很差，一点轻微的响动都能听得清楚。我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声音，然而下一秒，密码正确的提示音传来，我也终于松了口气。肯定是室友娜娜，估计又是喝多了笨手笨脚的按错了。随即而来的是一阵轻声低语的声音，好像是一直和别人在打着电话。我有些无奈地掏出了耳机，准备听着舒缓的曲子入睡。就在我快要睡着时，一条令我头皮发麻的消息发了过来。我在楼下的水果摊，你想吃点什么吗？等等，娜娜还没回来，那门外的人是谁？快报警！娜娜，家里进来人了。声音怎么停了？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在我家干什么？快出去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在医院？你又是谁？怎么在我女儿的房间？妈妈，我这次考试考了100分哎！真厉害！那你猜猜妈妈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？哇，草莓蛋糕哎！慢点吃，妈妈以后还给你买。芊芊，妈记性越来越不好了，让我去疗养院吧，不给你添麻烦了。妈，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芊芊，你最爱吃的草莓蛋糕。如果我知道那是妈妈给我的最后一通视频。半夜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我暗自思忖了很久，想不出这么晚谁会来。敲门声还在继续，我极不情愿地往门口挪去，期间在不断祈祷，希望对方等不到回应就自己离开，然而却事与愿违。我磨磨蹭蹭地想通过猫眼查看，可许久未用过的猫眼已经模糊不清，只有若有若无的人影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也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，是有人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把门打开吧。他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我在家？我点开了手机，对方是一个黑色头像，连昵称也是空的。印象里我从来没有加过这个人，他怎么会成为我的好友？瞬间我浑身汗毛炸起，鸡皮疙瘩冒了出来。你是谁？我颤抖着手发出消息，信息刚一发出，门外又响起了剧烈的敲门声。难道这个黑色头像就是门外的人吗？我抿紧嘴唇，强忍泪水，颤抖地按了3个数字，可悲催的是根本没办法拨通。怎么会这样？门外的敲门声愈演愈烈，危险离我越来越近。我急得满头大汗，想向好友列表的其他人求助，可一番折腾下来，我彻底崩溃了。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，手机上除了黑色头像，我没办法联系上任何人。无助的泪水夺眶而下，门外的敲门声骤然消失，下一秒手机再次震动，是黑色头像发的视频邀请。我惊慌失措地按了拒绝。真的是疯了，天晓的视频对面会是什么？我的呼吸急促，整个人天旋地转。随后那个黑色头像又发来了消息：依依，妈妈就是想你了，想看看你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想起了一切，那些曾经逼自己遗忘的记忆片段，像是被风吹散的拼图，突然在这一刻拼凑完整。如果我知道那是妈妈给我的最后一通视频，依依，你能不能给妈妈打个视频电话？妈妈想你了。妈妈，室友都睡着了，我怕会吵到他们，明天早上再给你打行吗？对对对，咱不能打扰人家。没事儿，妈妈就是想你了。我好得很，你不要担心了。妈妈，我先睡觉了，明天早上还有事情，6点就要起床呢。好，盖上被子，不要着凉。你钱够花吗？你在学校吃的怎么样？有厚被子盖吗？早上要记得吃早饭，
出门要穿暖和点。别难过，我的孩子，妈妈会变成你身边的好多东西，一直陪着你。妈妈想尽力的撑到早上，可是她没有撑到。当我知道对面的人是妈妈之后，仿佛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。我颤抖着拨通了视频电话，视频里的画面也渐渐清晰，真的是妈妈，没想到还能再看见她。妈妈慈祥又温柔地喊着我，我再也控制不住地哭了出来。妈妈，我想你了，我好想你。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。如果我早知道……傻孩子，妈妈怎么会怪你？是妈妈不好，以后妈妈不能照顾你了。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生活，要听爸爸的话。无论你以后变成什么样子，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，我都永远爱你，支持你，因为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啊！妈妈，你怎么不回话？你知不知道爸爸多担心你啊？爸爸，我梦见妈妈了。傻孩子。我根本不敢想，那晚的猫叫身后到底藏着什么。我住在公司附近的一间老式公寓里，房子的设施比较陈旧，而且面积也不大。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加完班回到家，正在我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声奇怪的响动，把我吓了一跳。谁？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，然而回答我的却是一片寂静，因为我住在公寓的顶层，再多上半层楼就是这座公寓的天台了，上面堆着很多杂物，按理说应该不会有人在那里，可这声音显然是从上面传过来的，映着昏暗的灯光。我朝天台走了过去，当我靠近时，突然看到2颗幽蓝色的珠子在黑暗中晃动，我吓得差点喊出来，可下一秒，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伴随着喵呜的叫声走了出来。原来是一只小猫咪，看到是它，我整个人放松起来。我打小就很喜欢猫，对于小猫更是没有抵抗力，索性我就从包里掏出了零食喂给了它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只要我听见天台有猫叫声，我都会带一些水和食物去找它，这仿佛成为了我俩之间的一种默契。可直到一天晚上，我加班刚回到家，大概是晚上10点多吧，又听到了隔壁天台上传来了一阵猫叫声，我便和往常一样，拿起食物和水准备去天台找它玩。然而就在我一边端着水，一边往楼上走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好像不太对劲，猛地停下了脚步，站在台阶上仔细听着。听着猫叫声，我心头一紧。凭我多年的养猫经验判断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猫叫声，这猫叫声的频率一模一样，没有丝毫的起伏，就好像是有人在刻意模仿着猫叫的声音，想要吸引我过去。我的冷汗直流，尽力克制住自己微微发抖的身体，小心翼翼地往后退去。就在我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我腿软地蹲在了地上。天台上的猫叫声一直没有停止，它连着叫了几声后，还会停顿片刻，就好像在判断楼道这边的动静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收拾好行李搬走了，但我永远记得自己从楼梯退回来时听到的那几声猫叫，感觉已经模仿的有些懈怠或是不耐烦了。而这个学猫叫的人很可能已经观察我一段时间了，知道我去天台喂猫，知道我是独居，甚至知道我晚上回家的时间。如果许久未见的朋友突然联系你，你会害怕吗？在吗？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我，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我皱了皱眉，这不是珊珊吗？想着毕业以后也快5年没联系了，突然间找我，这是出来喝点吗？想你了。也许是看到我没回复，他又发来2条消息，喝点。珊珊她心情不好吗？想着我俩上学时关系一直还不错，又看了眼地方离我这里不是很远，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他。我顺着导航走了过去，明明是我每天都会路过的街道，今天却格外的让人陌生。到了地方后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十分意外，因为我竟然走到了一处拆迁大楼门口，阴森的大楼散发着破败的气息，隐隐让我有些不适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嘴里嘟囔着，于是我立刻给珊珊发了消息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等了好一会儿，她也没有给我回复，周围没有一个人路过，我顿时有些害怕。一阵风吹过，我吓得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，抱紧自己的手臂，有点不敢在这里等下去了。我赶忙给珊珊打去了电话。突然，一阵手机铃声悠悠地响起，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极为刺耳。我吓了一跳，愣愣地站在原地，耳听着声音越来越清晰，却迟迟没有人接听。不对，
冷汗瞬间从我的额头滴落。这铃声竟然是从我身后漆黑的大楼里传出来的，我吓得根本不敢回头，立马夺命般跑了起来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的心还依旧砰砰直跳。再看了一眼手机，珊珊再没有给我回复任何消息。直到第二天，闺蜜来我家玩，想到她和珊珊是一直有联系的，我便把昨晚这件事跟她讲了一遍。啊，她不是在家带孩子吗？怎么有时间这么晚出来找你啊？你等等。闺蜜直接给珊珊打去了电话。没过一会儿，我看见闺蜜脸色肉眼可见的发白，随后她按下了扩音键。啊，我没联系她呀，我手机啊前几天被偷了，才补的卡。那昨晚找我的是？那可怕的声音又开始了！啊！我不怕，我不怕。已经记不清我躲在衣柜里多久了。爸爸离开前把我放在衣柜里，他说千万不可以打开柜门，否则可怕的怪物就会找到我。可是我好饿啊，喉咙也像是被火烤过一样，眼泪也不争气地流下来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颤抖着手想去推开柜门，突然一阵可怕的声音传来，我吓得立马缩回了手，畏缩在角落里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要把我吞噬掉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，外面的惨叫声似乎变少了。是怪物离开了吗？肚子又开始咕咕乱叫，我鼓起勇气再次推开了衣柜的门。外面的空气很浑浊，让我恶心的想吐。屋子里黑漆漆的。现在是晚上吗？我想要打开灯，可是按了几次开关，灯也没有亮。与此同时，有几缕阳光透过缝隙打在地面上，我这才发现窗户上横七竖八的砸了很多木板。爸爸把窗户封住了，一定是害怕怪物从窗户跑进来。这群可恶的怪物！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，翻来翻去却找不到一点吃的，水龙头更是一滴水没有。我太渴了，只能喝点花盆中积下的水，想吃花叶充饥，却怎么都嚼不烂。我有气无力地坐在沙发上，外面奇怪的声音依旧响着，忽远忽近。我好奇地趴在阳台的缝隙里向外张望，天都是雾蒙蒙的，什么都看不清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了激烈的敲门声，是怪物！我吓得转头就跑，然后钻进床底下瑟瑟发抖。敲门声不绝于耳，多亏爸爸加固了门板，怪物终是没能闯进来。而我也被吓得尿了裤子，爸爸依旧没有回来，我的等待遥遥无期。马桶上水汽的水已经快被我喝光了，尽管它有股铁锈味，却也让我活着，大概是喝生水的缘故。我的肚子很疼，如果换作从前，爸爸一定会带我去医院，可现在我连门都出不去。我很想念爸爸温暖的怀抱和外面新鲜的空气。走廊里再次传来类似畜生的吼叫，我吓得汗毛都立了起来，直接钻到了床底下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许久，那吼叫终于消失了，接着是撕心裂肺的哭声，绝望的呐喊和玻璃被砸碎的声音。我想我快要死掉了，因为我的视线开始模糊。我不能死在家里，我要去找爸爸。你真的有仔细看过自己的照片吗？奇怪了，我发现最近对面总有一个人往我家里望，还时不时冲我这边招手。他不会是变态吧？因为加班太晚，我刚回到家就收到了闺蜜的消息。她这个人一直大大咧咧的，我真担心她会出什么事。我立马甩了个视频过去，看到闺蜜嬉皮笑脸的表情，我顿时没了好气。你没开玩笑吧？到底咋回事啊？她看到我的表情很严肃，顿时也收敛了起来，随后便仔细与我说了一遍经过。这几天她每次准备拉窗帘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对面阳台上站着一个奇怪的男人，而今天那个男人甚至还朝她挥了挥手，嘴里似乎还在嘀咕着什么。但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是确实有点奇怪，那个人还在那吗？应该吧，我给你看一眼啊。顺着镜头的翻转，画面最终锁定在了闺蜜所说的阳台，可阳台上并没有人。哎，他不在那儿。我皱了皱眉，安慰着她可能确实是想多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闺蜜家的门突然被敲响了。敲门的声音很响，听得心里直发毛。闺蜜显然也被吓到了，脸色铁青的愣在了原地。有人吗？
我是住你对面楼的，有事情找你。一个沙哑的声音透着门缝传了进来，我的心也被揪了起来，赶忙提醒闺蜜千万不要开门。听到我的话，闺蜜好像也缓了回来，壮着胆子对门外喊：别敲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听到闺蜜的话，门口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没过一会儿便响起了脚步声。他应该被吓走了吧？闺蜜小声地跟我说：真是什么人都有，你晚上别出门啊，再有人敲门你就直接报警。看着闺蜜似乎还心有余悸，我又陪她多聊了会儿，才挂断了电话。但不懂为什么，我隐约还是觉得不安。隔天晚上，闺蜜发来了一张自拍照。叶子，你给我买的耳钉到了，你看好看吗？我顺手点开了照片，是她站在客厅对着自己拍的。这款是真不错，果然我的眼光好。刚回复完她，我鬼使神差的又打开了她发来的照片，想再仔细放大看一下。可这一看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因为就在她耳朵后面的窗帘边缘，赫然露出了半张脸，那轮廓明显是一个男人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心如擂鼓，不停地想着接下来应该怎么办。我并不敢直接打电话给闺蜜，因为我怕告诉她，她一个女生必定会惊慌，万一被屋里的男人察觉到了，跑都来不及。想了想，我发了个消息给她：我刚好路过你的小区门口，东西有点多，你下来接我一下。我捏紧手机，相信自己这样说她一定会立刻出门。果不其然，哇，你等等，我现在就下楼。闺蜜兴奋的语音发了过来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紧接着我就打了报警电话。在说明情况之后，我便赶紧往她那边赶去。上了车，我又给闺蜜拨了个视频电话，看到她视频的背景已经在楼下，我刚想松口气，却发现她后面有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从楼洞里快速走了出来，想说出口的话顿时卡在了嗓子眼。你走快点，先去门卫，我马上就到了。一直等到他走到门卫处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，把刚才的事跟他讲了一遍。只见闺蜜的脸肉眼可见的发白，吓得浑身发抖。直到警察来了以后，调取了相关的监控，才发现那个男人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进了小区里，一直没有出来过。后与周围邻居了解情况，原来对面楼的大哥一早就发现窗帘后的异常，但又不确定，所以才上门想来跟闺蜜确认。直到警察抓到了那个男的，才知道他竟然早几天前就从闺蜜晚上忘锁的窗户上翻了进来，甚至病态似的和闺蜜同住一个屋子里。所以独居的女孩，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睡觉之前一定要检查好门窗。最近我总是怀疑家里多了一个人。最开始不对劲，是那天我半夜熟睡时，突然闻到一丝丝难闻的气息，忽远忽近，这味道就像是从一堆腐烂的垃圾桶中散发出来的，令人难以忍受。耳边也突然传来哒哒的声音，一会儿在左边，一会儿在右边。我不甚清醒的神智在这难闻的气味和不断的声音中逐渐复苏，但是我不敢睁眼，一股凉气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溢出，身上不可控制地开始冒出冷汗，身体也止不住地颤抖着，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床边有人在不停地徘徊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在这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下，我竟不知为何又睡了过去。睁眼的时候已经天亮了，仿佛昨夜都是一场梦境，但那感觉太真实了。直到我发现家里的苹果无缘无故的多了一个缺口，就像是被人咬过一样。可我记得我晚上并没有吃水果，不管是疑神疑鬼，还是出于安全考虑，我还是在家里装了个摄像头。这天和往常一样，我很投入地玩着游戏。然而我突然被一条手机推送打断，是监控的提示消息，识别到人脸，有人正在移动。一瞬间，我如坠冰窖，从头冷到脚，因为我甚至听到了外面传来哒哒哒的脚步声。我颤抖地点开了客厅的实时监控，由于关了灯的缘故，监控上呈现出黑白的影像，模糊不清。然而那红色的线框就框在客厅的茶几边，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正歪着脑袋对着摄像头，那个身形很是奇怪，竟然和沙发一样高。我吓得抱紧了被子，心里凉飕飕的。我不确定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，只能抑制住内心的恐惧，大着胆子小心翼翼地走到了门边，把门悄悄地锁了起来。我甚至都能听到他的喘息声。我以最快的速度发短信报了警，心里祈祷着他们能够快点到。我死死盯着手机上的屏幕，只见那个人影正缓缓地向我的卧室走来。我捂紧嘴巴，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突然门上的把手被轻轻地转动着，咯噔咯噔的声音刺激着我的耳朵。他似乎发现我的门推不开，此时我的心跳也到了极点。你是谁？我报警了，你要干嘛？我努力抑制住内心的恐惧，出声呵斥他。我很明显地感觉到了那个人的慌张，哒哒哒的脚步声，蹂躏般推开了家里的大门，逃了出去。我再次看向监控，确定安全之后，才打开门走到了客厅。不久后，警察便赶了过来。
了解了事情原委后，便开始了调查。很快调取了物业的监控，让我辨认。我也终于看清了他的真实样貌，他竟然是个长相丑陋的矮人，脸上有一条如蜈蚣般的红色疤痕，他的鼻梁塌陷，一双小眼睛深陷在脸上。光看着他的长相，我的身上就长了很多鸡皮疙瘩，并且早在几日前，他趁我搬快递的时候偷偷溜进了我家，从那之后再也没出去过。我竟然和他独处一室这么久，警察根据线索很快抓住了他，但这件事带给我的阴影却很大，我再也不敢一个人租房子住了。我被绑架了。当我睁开眼的那一刹那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歹徒的模样。他嘴角噙着笑，目光正直勾勾地落在我的脸上。他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的心脏不自觉地加快了跳动的频率，恐惧使我的瞳孔快速收缩。刹那间，我感受到身体上麻绳的束缚，我微微挣扎着，但根本不敢表现出太大的动静。我悄悄抬起眼眸，观察着歹徒的面容，那是一张沧桑但却棱角分明的中年男士脸。他穿着发皱的皮衣和褪色的休闲裤，两鬓有些许银丝。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手掌，那上面布满了相当厚实的老茧，就像老槐树的树干。我不敢一直盯着他看，便快速挪开目光，顺便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。这是一间简单的卧室，正对面的桌子上放了一张发黄的照片，图像里是一位青年男人搂着一名少女。虽然相片有些老旧脏乱，但远远望去，总感觉照片里的男人和这个歹徒很像。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，我用余光瞟去，这个男人还是一直盯着我看，那是一种让我极度厌恶的目光。一阵手机铃声从男人的皮衣口袋内发出，他第一次挪开那持续了许久的目光，缓缓从椅子上站起，朝着房间门外走去，在离开前给了我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我很害怕，因为歹徒的笑容总是饱含深意，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他带过来的，只清楚自己睁开眼睛时就躺在了这张床上。这种手脚束缚的方式令我无法挣扎，此时此刻泪水也不自觉地涌入了我的眼眶。喂，男人站在门口，他的声音浑厚深沉，十分有力。肉，家里有肉。他的第一句话出口就给了我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但我也无法确定。今天刚拿来的。放心，没死，还没杀呢。刚刚还醒了过来，新鲜着。我明白，吃啥补啥嘛。听到这话，我突然全身一颤，目光开始在这个房间四处游离，最后重重地落在写字台上的一把小刀上。看着刀刃上干涩的血渍，我的心口瞬间迸发出一股强烈的恐惧，联想到自己曾经刷到过的那些文章。难道他是？电话很快结束，男人再次走进屋里，重新坐回了原位。听说一般歹徒都是因为遭受过刺激导致心理扭曲才会误入歧途，所以我想试试能不能用语言感化他，哪怕是拖延一些时间也行，也许这样做能够等到家人或者警方的救援。我试着主动和这个绑架我的歹徒沟通。你好。布满老茧的大手缓缓伸来，他眯起眼睛。别害怕，没事了啊。感受着那粗糙的大手从我的脸蛋上刮过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挤出了一个涩口的笑容。你还有家人吗？你的妻子呢？你应该为……够了！男人的表情突然冷了下来。不要再提那个女人，是她先抛弃我们的。说着，他用着怨恨的眼神瞪了一眼桌上放着的相片。话音刚落，他突然又收起了方才的凶恶，深吸一口气道：这不关你的事。我曾经看过相关的法制节目，里面有提到犯罪者的情绪波动是非常大的，特别是那些极端的杀人犯，这些人一般都有多重人格的体现。感受着刚才男人的突然愤怒和随后立马接口的歉意，我似乎摸索到了这个男人犯罪的根本原因。难道是因为他口中的女人吗？我仔细地观察起墙上相片中的女性，八字刘海扎着长长的马尾辫，鹅蛋脸上是一汪莹莹的柳叶眼。不知为什么，当我开始注视这个女人时，我突然感觉她长得和自己好像。难道这才是犯罪动机？因为自己妻子的背叛，所以绑架一个相似的女子加以谋害。脑海中的推理被一阵连续的咳嗽声打断，男人突然站起身来，一只手按着胸口不停捶打，脸部就像窒息一般，倏地就充血发红。他的右手在外套口袋里不停摸索，接着又冲至书桌前，打开抽屉不断翻找，他似乎是在找药。由于咳嗽的越来越剧烈，他的动作很野蛮，
翻找中连带着将一张 A4 纸甩到了我的脸上，直到翻出一个小药瓶后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攥着药瓶，他撇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想说什么，却又被剧烈的咳嗽劲打断，只好拿着药匆匆出了房门去找水。看来这家伙身体并不好，我刚才刻意瞥了一眼，那是右美沙芬，治疗重度哮喘的止咳药。脸部隐隐作痛，刚才那家伙翻药时甩出的 A4 纸，就像一把飞刀般将我的左脸割开了一道口子。我真希望他就这样渴死。门外的咳嗽声越来越远，我瞥了一眼床上的 A4 纸，似乎是一张医院的病历单，看来是这男人开的。我随意看了这张病历单2眼，只见第一行上写着一串名字：楚明月。怎么会是女人的名字？是他的妻子吗？我微微蹙起眉头继续看下去。楚明月，重度自残加间歇性失忆患者，患病至今6年。楚明月，楚明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刻我脑子突然一片空白。我试着想象父母的相貌，试着勾勒家人的模样，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半分，就连碎片的图案都不曾在我的脑海里出现。外面的咳嗽声慢慢减弱，接着过了几秒，又是一阵开门声响起。此时此刻，剧烈的头疼感莫名袭来，耳边是由远至近的脚步声，男人那浑厚的嗓音从过道方向传来：“闺女，你的爷爷奶奶来看你了。”闺女，爷爷，奶奶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这一刻，我的记忆在大脑中疯狂地搅动，一幕幕陌生又熟悉的画面猛地灌入了我的脑海深处。我颤抖的目光重新落至那张病历单上，原来楚明月是我的名字，原来那个被我误认为杀人犯的男人是我的父亲，而我身上这些绳子是因为父亲害怕我继续伤害自己，所以才……爸爸，这一次我不会再忘记你。一回想起那天的经历还是会让我阵阵后怕。长假期间，我和男友踏上了期待已久的旅行。因为提前做了攻略，我们还特地订了一家好评很高的民宿。民宿坐落在山脚下，风景如画。结果到了目的地，我们都傻眼了。民宿一共3层，但好像年久失修，墙壁裂缝交错。走到提前预定好的房间里，一股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我和男友对视一眼，皱着眉走进房间，这简直和网上描述的根本不一样。我打开手机想找找还有没有别的民宿选择，却发现附近的酒店都住满了，最近的距这儿也有50多公里。我敲着发酸的肩膀，认命地躺在床上，刚准备闭眼休息会儿，却在枕边发现了不明毛发。这是有多久没打扫了？我一夜没有休息好，闭不紧的窗户风呼呼地吹了一夜，我的脑壳生疼。天一亮便直接去找老板理论，哪成想老板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更不打算给我退钱。原本好好的一次旅行，却被住宿惹得心情十分糟糕。我一怒之下给了民宿差评。什么垃圾民宿？住宿环境差，连老板态度都十分嚣张，感觉像住在鬼屋。千万不要入住，不然你会后悔终身。然而在假期结束后的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，他的目的很明确，想让我把差评撤掉。回忆起在民宿的经历，我仍觉得窝火，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。但对方仍不死心，不停地给我打电话道歉，他的语气很谦卑，和之前判若两人。我微微上扬了嘴角。在听到对方说民宿已经进行了整改，特别邀请我们再次入住民宿，食宿全免时，我便欣然接受了下来。当我们再次回到民宿时，眼前的景象变得焕然一新，房间里干净整洁，就连门窗都换成了新的，和之前判若两样。看着眼前的美景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，心情无比惬意。老板一脸笑意地说：“今晚给你们准备了烤肉和啤酒，您看满意吗？”面对老板讨好式的服务，我的嘴角又不自觉地上扬。原来这个差评这么好用。想到此次再住民宿的缘由，我对老板笑着说：“我们会给你好评的。”就在此时，笑容突然在老板的脸上定格，下一秒他的表情变得很怪异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悠悠地开口：“我希望你现在就能给。”他的突然变脸让我也愣在了原地，我感觉浑身很不自在。不过按照之前的约定，我还是删除了差评，又重新给了他好评。老板看完手机，眯了眯眼，随后又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，这笑容映在黑夜中格外瘆人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整栋民宿安静的可怕，似乎只有我和男友2人入住。
我们吃过晚饭后，赶忙回到了房间。山里天气多变，不一会就下起了大雨，窗外的雨水打在树叶上沙沙作响，窗帘也随着乱晃了起来。我打了个寒战，走上前去准备把窗户关上，然而一张阴笑的脸赫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是那个民宿老板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他低沉的声音从窗外传来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我被他吓得心脏都要跳了出来，半晌才回过神，僵硬地对他说很开心。老板嘿嘿地笑了2声，便转身离开了窗前。我慌乱地关上窗户，拉上窗帘，隔绝外面的一切。尽管这样，心依然狂跳不止。深夜睡到一半，我突然渴醒，看着男友还在旁边玩着手机，便让他给我递一杯水。男友起身找遍屋内都没发现矿泉水，看了眼时间才11点多，便准备出门去问下老板。可就在男友打开门的瞬间，一道人影正站在门外，又是老板。他的手上拿着2瓶矿泉水，默默递给男友。看着男友手上的矿泉水，我再也没办法淡定，汗毛都立了起来。男友的脸色也很难看。想到今天发生的一切，老板的服务太周到了，但是周到的让人觉得心里毛毛的，总感觉他一直在盯着我们。我不安地和男友对视一眼，这个民宿无论如何也不敢再待下去了。我们提着行李落荒而逃。然而车子刚发动时，老板竟然出现在车窗前，满脸诡异地盯着我。你们这是要走吗？我吓得惊声尖叫，男友一脚油门窜了出去，只看到后车镜里老板狰狞的表情渐渐远去。